安道尔公国是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欧洲小国，它地处西班牙和法国之间。尽管传统上将安道尔公国的建立归功于查理曼大帝，但安道尔地区自史前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公元前9500年，马基内达山谷就是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必经之路，在阿列日省和塞格雷河聚集的猎人和渔夫们经常在这里季节性扎营。到公元前6640年，马德鲁山谷出现了人类定居点。到了青铜时代，马德鲁山谷的定居点不断壮大，最终发展为城镇。公元前2世纪的布匿战争期间，希腊作家波利比乌斯在他的编年史中用山谷居民一词来描述当地的安多西人部落。在罗马人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后，罗马文化开始影响到当地，安道尔地区使用的西北加泰罗尼亚方言就起源于这个时期。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许多欧洲的蛮族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安道尔此时受到了西哥特王国、托莱多王国和厄盖尔主教区的影响。在西哥特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长达2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基督教逐渐在当地扎根。8世纪初，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很快横扫了西亚和北非。711年，阿拉伯人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此后，阿拉伯人一度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兰克王国的腹地，这引起了西欧各国的恐慌。欧洲人当时称占据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为摩尔人。公元778年，在收到几个西班牙北部的首领求援后，为了保卫法兰克王国南部边疆的安定，查理曼大帝决心对穆斯林控制的伊比利亚半岛发动远征。他亲率大军越过了高耸的比利牛斯山脉。查理曼不久便攻下了科尔多瓦哈里发国控制的萨拉戈萨城。后因萨克森人发生了叛乱，查理曼只得退兵回国。在退兵途中，巴斯克人在比利牛斯山伏击了法兰克人的后卫部队。当时查理曼大帝麾下的著名骑士罗兰为掩护主力撤退，英勇战死。这一事迹后来被改编成为中世纪最知名的骑士史诗《罗兰之歌》。在这次失利后，查理曼大帝于793年再次出征，将摩尔人赶到了埃布罗河以南地区。到公元805年，在安道尔武装的帮助下，查理曼率军顺利地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夺取了今天北加泰罗尼亚的部分地区。为表示感谢，查理曼允许当地自治，并以圣经地名隐多尔为其命名。后来该名演变为安道尔。为了防备摩尔人的再次入侵，法兰克王国沿着山脉建立16个缓冲国，作为基督教文明的前哨要塞。在这些缓冲国当中，有一个位于瓦利拉河谷，名叫乌赫尔的伯国，它正是安道尔的前身。凭借有利的地形，乌赫尔伯国多次阻挡摩尔人的北犯。为了回报安道尔人与摩尔人作战的功劳，查理曼大帝颁布特许状，在安道尔设立教区，由西班牙乌赫尔伯爵担任主教一职。后来因安道尔境内有多条灌木密布的山谷，人们将此地命名为安道尔。在纳瓦拉语中，其含义为覆盖灌木的土地。相传公元819年，查理曼之子路易一世授予安道尔自治权，作为他们对抗伊斯兰摩尔人的回报。这段传说成为安道尔建国的基础。因后世将安道尔公国的建立归功于查理曼大帝，现在的安道尔国歌就叫伟大的查理曼，我的父亲。查理曼之子虔诚者路易在确定了现代安道尔的边界后，乌格尔伯爵受封为当地领主。后来乌格尔伯爵将安道尔并入乌格尔教区，除了安道尔，乌格尔教区还包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当时安道尔的世俗统治权归属西班牙贵族，而宗教管理权归属乌格尔主教。在1095年之前，安道尔不存在任何军事保护。当乌格尔主教知道了乌格尔伯爵想要收复安道尔山谷后，便请求卡伯特勋爵提供保护。1095年，卡伯特勋爵和乌格尔主教签署了对安道尔享有主权的声明。到13世纪，乌格尔主教和富瓦伯爵之间爆发了一场军事争端，在阿拉贡国王彼得3世的协调下，双方于1278年签订了和解条约。根据该协议，安道尔的主权将由富瓦伯爵和身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乌格尔主教共同拥有，前者的主权最终转移给了法国政府。虽然基督教势力的内部纷争不断，但在对外方面还是团结的。
相比之下，摩尔人的内乱更加凶猛，加上其统治下的基督徒频繁起义，严重削弱了其整体实力。更主要的是，伊斯兰世界无暇顾及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势力从北往南逐步推进，收复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在13世纪中期，阿拉贡王国收复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后，安道尔成为棘手问题。因为安道尔的领主是一位女士，她在1208年嫁给了法国的富瓦伯爵，安道尔的统治权作为嫁妆被划到富瓦伯爵名下。经过多次冲突，法国和阿拉贡王国在1278年9月签署纳贡协议书。此后，安道尔需要轮流向乌赫尔主教和富瓦伯爵每年纳贡4条火腿、40条面包或折成其他食物。安道尔的归属问题在西班牙光复运动中只是一个很小的插曲。1479年，为了集中力量彻底赶走摩尔人，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2个王国经过联姻而合并，诞生了西班牙王国。安道尔本身人少地贫，处在封闭的比利牛斯山脉中，基本没有参与光复运动。在光复运动中诞生的西班牙王国，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美洲殖民地的建立，西班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出于遏制西班牙的需要，对法国而言，地处比利牛斯山脉的安道尔变得愈发重要起来。随着法国中央集权的加强，法国整体实力上升，开始觊觎安道尔的主权。当世俗统治权来到法国的富瓦伯爵手中时，法国开始声称对安道尔拥有完全主权。1589年，由于瓦卢瓦王朝绝嗣，纳瓦拉的亨利·德波旁获得了法国王位，成为波旁王朝的开国君主。西班牙无法容忍法国强大，海峡对岸的英国仍觊觎法国王位，于是英国与西班牙结成了同盟。为了巩固西南边界，1607年，波旁王朝正式发布法令，强调安道尔的世俗统治权属于法国。虽然安道尔被归入法国波旁王室领地，但加泰罗尼亚人并未完全放弃对安道尔的主权诉求。即便是1700年，法国波旁王朝的菲利普5世当上西班牙国王后，法国仍然没有在安道尔问题上做出让步。到1793年，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后，法国因爆发大革命，一度丧失了安道尔的统治权。在此期间，统治安道尔的只有西班牙乌赫尔主教。到19世纪初，拿破仑崛起后，安道尔被并入已经属于法国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相对这一轮的世俗统治权变更，安道尔的宗教统治权始终在乌赫尔主教手里。随着西欧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基督教对安道尔的影响趋向减弱。1867年，安道尔与乌赫尔主教签订协议，规定主教的权力仅限于宗教事务。1年后，在法国和西班牙的首肯下，安道尔建立独立国家。根据安道尔宪法，安道尔国家元首由西班牙乌格尔主教和法国国家元首共同担任。此后，安道尔行政长官不再由法国派遣，改为安道尔议会推荐。按照中世纪的封建层级，安道尔将国家元首名定为安道尔大公，安道尔因此被称为大公国。随着自治权的扩大，安道尔民众利用地利优势，使当地成为走私的乐土。1934年7月12日，一场奇怪的政变让安道尔走到了欧洲媒体的聚光灯下。政变的发起人鲍里斯·斯科瑟廖夫原本是立陶宛的贵族。1917年10月革命后，斯科瑟廖夫逃到了安道尔。1933年12月，斯科瑟廖夫设法获得了安道尔公民身份后，他鼓动安道尔政府进行改革，并要求由他来担任新设立机构的首脑。安道尔政府在洞悉了斯科瑟廖夫的阴谋后，于1934年5月将他驱逐出境。恼羞成怒的斯科瑟廖夫于当年的7月12日在西班牙乌赫尔自封为安道尔大公和法国摄政王，同时他向身为安道尔国家元首之一的乌赫尔地方主教宣战。然而仅仅过了8天，西班牙政府就出动警察拘捕了他。斯科瑟廖夫企图在西欧重建沙俄帝国的梦想随之破碎。斯科瑟廖夫的窃国阴谋虽然失败，但他却给平静的安道尔带来了动乱。他的支持者此后在安道尔不断发动抗议。1934年8月，法国政府不得不出动宪兵占领了安道尔。二战期间，由于交战的法国需要从中立的西班牙输入物资，使得安道尔的过境贸易十分火热。二战结束后，因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安道尔凭借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保存完整的传统建筑，旅游业得到了飞速发展。
由于所有商品全部免税，安道尔获得了欧洲超级市场的美称。再加上铁矿、宝石矿的陆续发现，安道尔逐渐实现了经济自主。1993年，安道尔通过新宪法废除了向法国与西班牙缴纳贡金的义务。新宪法通过的当年，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下，安道尔加入了联合国。此后，安道尔继续沿用两大公政治体制，但真正主持国家行政事务的则是安道尔首相。由于人口稀少，在国防方面，安道尔的防务完全由法国和西班牙负责；在外交方面，安道尔的很多驻外大使由西班牙大使兼任。虽然安道尔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可以享受欧盟成员国的免签、免税等一系列权利，属于特殊的欧盟认可国家。如今，旅游业收入占安道尔 GDP 的近80%。